生回到极寒末日前20天，用前男友的身份信息贷款120多万，将防空洞打造成末日庇护所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，我拿起 iPad， 监控中二蛋和小美将所有衣服和夏天盖的薄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抱成一团缩在沙发上。空调开着制暖，但小美依旧牙齿打颤，带着哭腔问：“怎么会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”二蛋哆嗦着，突然僵住。不对，降值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我看着 iPad 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不光是被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了，食物也没有。我走的时候已将屋子里的食材全部清空丢弃，只留下了饮料。我正笑得高兴，手机疯狂响起，是二蛋。我点了接听。降之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二蛋深吸了口气，放缓了语气问：“你说你回去卖房，其实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回来。”他咬牙切齿：“想卖房不一定是假的，但是带走我的东西没打算再见你倒是真的。二蛋，你本来就盼着我不回去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但凡你有半点在意我，你也不会到今天才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更不会忘记我跟你说的是请了1周的年假，可1周早过了，你却没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。”说完，我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调为静音，埋头睡觉。再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。这时我发现大雪已经快把窗户都埋了，透过缝隙能看到大团大团的雪还在如雨点般砸得又快又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雪若再这么下去，我家这栋2层高的小楼很快就会被埋，一旦盖过防空洞的通风口，我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屋子里。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大雪依旧又凶又猛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停，那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铲雪。我飞快地换上防风的羽绒服，戴上厚厚的帽子。好在我准备了2个通风口，并且靠近露台，我只需保证通风口通畅，就不会被闷死。我又借梯子爬上了屋顶，为了防止被雪压塌，我花了很大的价钱找人将屋顶用钢架加了一层，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任由大雪堆积。屋顶面积大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，我全身几乎被冻僵了，厚实的衣帽在低温面前单薄的像纸。我咬着牙坚持着，可雪实在太大了。不过一转头，刚刚铲完的地方又过了脚脖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慌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到明天下午，这2楼就会被埋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想到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却忘了考虑大雪肆虐下这套房子不够高。一想到可能住在6楼的二蛋和小美还没被冻死，我就先被闷死了。我就一口玉气堵着嗓子眼，好不容易将屋顶的雪铲下去，我又用2根红色的绸带绑在出风口上，为的是怕万一雪将屋子埋了，我好通过这红色来寻找出风口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屋内，看着电和燃气依旧没断，让我有点意外。真是替二蛋和小美高兴呢，不断电，空调还能用，没那么快冻死。防空洞内的温度相比室外高了不止1点，但我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没多一会儿，防空洞里就变得温暖如春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拿起 iPad， 点开监控。沙发上，二蛋脸色发青的在破口大骂：“是个贱人！等雪停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”小美哆哆嗦嗦的哭：“老公，我饿了。”“不不不，谁不饿？”二蛋吼起来：“外卖下单没人接单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这里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啊？”小美开始发脾气：“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这俩贱人狼狈的样子，看得我郁结的心情瞬间大好。我放下 iPad， 拿起手机，无数的未接电话和辱骂我的信息，全是二蛋的，有几条是小美的，都是嘘寒问暖，并问我在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他还想着我不知道他和二蛋在一起，还在跟我演。我粗粗扫了一眼，没回。我点开那个小区的楼栋群，群里正为这场大雪聊得火热。到这时候，已经没人关心能不能上班了，大家都在哀嚎停水和寒冷。原来居然已经停水了。我先给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心提醒大家，这天气太诡异了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建议大家珍惜家里的饮水、食物和御寒衣被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我提醒他们关好门窗，万一大雪不停，气温继续下降，没吃没喝没御寒衣被的人，为了活命，只怕会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二蛋和小美不可能坐以待毙，等到熬不下去时，他俩必定会向邻居求助，而我要掐断他们的求助之路。